1199吗？啊，才1199？哈，才1199？这耳机只卖1199，1199的专业级监听耳机，真的，拜雅，这次算你狠。小伙伴们，欢迎来到西西耳边开箱。看过我往期视频的朋友呢，多少都知道我是一个玩器材非常喜新厌旧的人，很少有耳塞能在我手上当主力超过2年的。不过这里面也有例外，拜雅的谢兰图就是为数不多我用了接近5年的型号，一直到谢兰图2代上市，它才光荣退休。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型号呢，代表的是拜雅家最正统的调音风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佩戴真的非常舒服。这个经典造型之后就被拜雅的 DTI-E 系列5台监听耳机继续去沿用，因为音色还原度高，经久耐用，隔音还很好，所以这个系列在专业领域广受欢迎。尽管材质和花样是一直在变，但拜雅这个经典腔体过往都是只用在中高端型号上的，所以前段时间当我在展会上看到一个同样采用这个设计的塞时，还以为 DTI 系列又要上一个4、5千的新品了，结果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款耳机叫 DT30IE， 定价居然只要1199。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差不多半年前呢，我曾经分享过我日常使用的主力监听耳机 DT270 Pro。这个头戴耳机呢，集轻便耐用、声底中正和易驱动等优点于一身，在办公室是经常被其他同事抢着拿来干活，不管是剪视频还是做音频处理都很好用。但最近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头戴耳机呢就没有那么吃香了。DT30IE 这款监听耳塞就成了大家的新宠。这个腔体造型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够适配几乎一切的耳朵类型，小巧又圆润，任何大小的耳朵都能够完美佩戴，不管戴多久都几乎无感，而且隔音还很不错。我最近出门经常把它带着听歌，还能当个隔音耳塞来用。DT30IE 的外观非常朴素，但细节处理还是很扎实的。耳挂、插针这些重要部件采用的都是坚固又不怕侵蚀的材质，线材虽然细，但有一定的韧性，相当耐造，不管是用在专业监听场合还是外出都很合适。和同系列其他型号一样，它的腔体和导管形状特殊，我建议呢，只使用官方附赠的海绵套和硅胶套就够用了，夏天用硅胶套就没那么闷。另外，拜雅有个很贴心的设计是将大、中、小3种套子做成了不同的颜色，方便你一眼配对，不用像同色耳塞套那样要挑一对出来呢，还得比大小比半天。随耳机附赠的收纳盒容量还不错，轻松能塞进去2套耳塞套和耳机，再加条声体线也没问题，还有一定的抗压能力。我呢就只想贪心的再提一个小小的请求，如果能像 DT270 Pro 那样送个小尾巴，那就完美了。拜雅目前监听系列主力耳塞一共是有4款，分别是 DT70、71、72、73IE。像我手上的 DT73IE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条古典塞，声场开阔，对于乐器的还原很到位。而另外的耳塞呢，有的更擅长人声，有的具备了出色的低频氛围，适用于不同的舞台监听场合。而 DT30IE 的价格其实就是这条耳塞的大约1/5左右，却很好的继承了这个系列的调音精髓，以精准还原人声和乐器的音色为目的。我觉得它的风格呢，最接近这个系列里面以均衡为特点的 DT70IE， 只是声场和密度稍微缩了一些，更加易驱动，保留了拜雅多年来最为粉丝所津津乐道的那种中低频的特色。它的人声干净自然，线条凝练，口型清晰，对于乐器的音色还原精准，泛音丰富。同时它的低频呢也是扎实有力，有着同价位少见的优秀深度，在回放大鼓、贝斯这乐器时，能够很好的展现出低频的能量感。虽然有人可能会说啊，如今1000元价位有不少以堆单元为卖点的那种性价比耳塞，那拜雅一个单动圈卖1000块，凭什么说性价比高呢？我觉得做生意这事呢，就像做饭一样，
不是说你堆料就能做到好吃的。真要论硬素质， DT30IE 在1000元价位绝对是超一流，声场开阔，密度和结香的质感都很出色，无论是调音完成度还是硬实力，都是一个教做人的水平。所以很多人在展会上听的时候，还以为它要卖到3000左右，而且它也不太需要你花费很多的时间或者是金钱去搭配。我用入门级小尾巴插手机驱动它，出来的声音呢就能有满血状态的7-8成水准，下盘很稳，定位也比较准。如果你把前端换成那种伊朗嵌的小尾巴或者是便携播放器，它的密度和动态还会更好，而且它还能准确反映出前端的那种风格变化以及音乐本身的录音水准。这段时间我出门呢，一般是用欧尼仕 XMR 这一类声底比较温暖、流行味足的前端去搭配它，能够让 DT30IE 的人声更鲜活。而且用它去搭配声卡、睫毛耳放进行音频和视频制作，或者是拍摄过程中用它去直连相机进行监听时，它都能把那种声音中细微的变化进行精准的反馈。虽然耳机本身是定位监听，但实际上它也能胜任日常音乐欣赏的场景，不管你怎么推都不太会出恶声。最后我要提醒一下准备入手这个耳机的朋友，它是非常需要包机的。我最开始听到刚开声的状态时，觉得它的低频量感太大，又有点散，完全是个刻板印象里那种动次大次的调音。后来把它包了大约50小时之后，就感觉低频变得收敛了很多，中频的线条更突出了，整体就从中低走向开始变得更加的平衡。实际上像 DTIE 系列其他的耳机，还有谢兰图这类动圈耳塞都会有类似的特点。虽然拜耳夹耳塞呢都不难搭配，但它们所用的动圈单元的特性就决定了刚到手的时候需要你给点耐心去引出耳机一个最好的状态。下面我来看一下 DT30IE 的评分。这款耳塞的外观朴素，配件和包装也是极其简洁，但就冲着这个调音、素质和佩戴，这1000块钱我就觉得物超所值了。这年头呢，越是入门的耳机就越卷得厉害，1000块的耳机恨不得把包装做的花里胡哨，最好再加上一大堆赠品，那才叫做性价比高。而 DT30IE 是一款以专业市场为导向的产品，它把所有技能全都点在了耐用和音质上。你可以说它有点偏科，但不得不承认，这个耳机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省心。它易于收纳，不易损坏，声音中正好搭配，可以去兼顾音乐欣赏和监听的需求。你想嘛，只要花个1000来块钱，用最基础的设备就能欣赏到拜雅作为一个100年品牌最纯正的永不过时的调音，享受到远超所有入门耳机的素质。就这个性价比，还有什么可挑的呢？不管是对专业工作者还是少友来说，我觉得入手这条耳塞都是绝对不亏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花点时间好好包机。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